真没想到红薯居然能做得这么好吃，而且还会拉丝。红薯蒸熟后，加1勺白糖，1勺牛奶，用叉子按压成泥，然后加入1把芝士碎，抓拌均匀后取一团，团成圆球。饺子皮擀得薄一些，放入团好的红薯球，把它包裹起来，然后按压成小圆饼，在小饼上面刷些水，撒上黑芝麻，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。好吃又拉丝的爆浆红薯饼就做好了。大家好，大家知道饭店里的水煮肉片为什么那么好吃吗？而且水煮肉片吃起来非常的滑嫩，还不脱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水煮肉片非常正确的懒人做法。要想水煮肉片好吃，首先我们选择肉也是非常的关键，一定要选择这种猪的里脊肉。这上面有很多筋膜和肥肉，我们要把它先切掉，要把它切得干净一点。如果不把它切掉的话，影响口感，因为这个筋膜是咬不动的。这个就是筋膜的部分，切掉之后直接扔掉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肉从中间切开，1分为2，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。肉片不要切得太厚，大概3毫米左右就可以。这个厚度比较容易入味，而且吃起来口感比较好。把肉片切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，然后加入温水没过猪肉。我们用温水把猪肉给它清洗一下，把肉片里面的血水清洗干净，这样能够有效的去除腥味。洗净之后，把它控干水分捞出来，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加入1小勺盐，1小勺胡椒粉，2勺料酒去腥，再充分搅拌均匀，让肉片吃透料酒。抓匀之后，再加入2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然后继续给它抓拌均匀，让每片肉片都能裹上颜色。这样等一下出锅的时候，肉片的颜色比较好看。要想肉片滑嫩，水肯定少不了。我们加入半碗清水，然后再下手把它抓拌均匀。这里我们需要多抓一会儿，把肉片抓至粘稠，水分完全吃进去之后就可以了。抓匀之后再加入1个鸡蛋清，加入鸡蛋清能增加肉片的滑嫩度，然后继续给它抓拌均匀，让肉片和蛋清能够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抓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生粉或淀粉，加入生粉能够防止肉片水分流失，也能够让肉片吃起来更加的滑嫩。多抓一会儿，把它抓至没有干粉的状态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油或者橄榄油，加入油等一下，下锅的时候肉片不会粘在一起。我们再给它多抓一会儿，抓匀之后放一旁腌制3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2毛钱的黄豆芽，加入1大勺盐，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一定要没过豆芽。用盐水把豆芽浸泡一下，再准备1张豆腐皮，像这样把它卷起来，再改刀切成细丝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根大葱白，把它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生姜，切成薄薄的厚片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把小葱，葱白和葱叶分别切开，先把葱白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把葱叶也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几瓣大蒜，改刀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几个干辣椒，把它剪成小段。再准备1块火锅底料，装入碗中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豆芽已经泡好了，把它清洗干净，
然后控干水分，装入盘中备用。锅中倒入清水，用大火烧开，水开之后，把黄豆芽和豆腐皮儿加进来。我们把黄豆芽和豆腐皮儿给它煮一下，给它煮熟，大概3分钟左右就可以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再把它控水捞出来，然后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烧热，油热之后，再把大葱加进来，姜片和葱花也加进来，然后开小火炒出香味儿。再把火锅底料和干辣椒也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把火锅底料的香味儿炒出来，把红辣椒中的辣味儿也给它炒出来。炒好后，再加入1勺郫县豆瓣酱。这里要注意，郫县豆瓣酱不可以先加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炒焦。炒出红油之后，再加入1大碗清水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儿。加入1小勺盐，1勺五香粉，1勺鸡精，1勺味精，1勺白糖，2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然后开大火烧开。煮开之后再煮2分钟左右，煮出里面的香味儿，然后准备一个密一点的漏勺，把锅中的残渣给它捞出来不要，一定要把它捞干净。再转小火，把我们腌好的肉片一片一片的夹进来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下肉片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，这样煮出来的肉片就不会脱浆。肉片全部下入锅中之后，先不要动它。等肉片全部定型之后，我们再用勺子轻轻的推动，防止肉片粘在一起。肉片也不用煮的时间太长，3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把肉片捞出来，把肉片和豆腐、黄豆芽放在一起，然后把煮肉的汤汁也倒进来，再把提前准备好的蒜末加进来，葱花也加进来，再加入适量的黑芝麻增香，最后淋上1勺烧开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儿，美味继承。一道非常好看又特别好吃，还特别香，还非常简单的懒人版水煮肉片就做好了。我们这样做的水煮肉片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闻着也非常的香，而且口感非常滑嫩，吃到嘴里就像豆腐一样嫩。而且我们这样做的肉片还不会脱浆，吃起来麻辣鲜香。黄豆芽和豆腐皮儿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入味好吃。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做上一道好吃到舔手指的香辣蟹，保准人人夸你是大厨。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。我们先将大闸蟹对半切开，再将蟹肉刀口的地方沾上淀粉，起锅热油，先把螃蟹的刀口向下放入油锅中煎，这样既能锁住蟹黄，又能让营养不流失。将蟹壳煎至酥脆以后盛出备用。锅中留底油，倒入姜蒜爆香，再加入干辣椒和花椒。好吃的关键是放入1包香辣蟹调味酱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。这个酱不仅可以做香辣虾、香辣蟹，还可以做香辣牛蛙、香辣皮皮虾的，味道非常好吃。用小火炒香后倒入螃蟹，然后再倒入1瓶啤酒去腥增香，盖上盖子焖煮2分钟。2分钟后再放点青红椒和洋葱，用大火收汁儿。哇，好香啊！有条件的再撒上白芝麻，即可出锅装盘。香辣蟹这样做，一口一个，连壳都非常好吃。老婆说她要瘦，于是我今天给她做了一个低脂低卡又好吃的鸡肉卷。鸡排我用的是食道者的，味道特别好吃。先把鸡排放到煎锅中，用小火慢煎，煎至一面金黄后翻面煎另一面。鸡排煎熟以后，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用豆腐皮儿把生菜、黄瓜丝、胡萝卜丝还有鸡排丝卷在一起，
营养丰富又好吃的低卡低脂鸡肉卷就做好了。爱美又嘴馋的小仙女们，赶快做起来吧！大家好，鸡蛋不要炒着吃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的新吃法。把啤酒倒进鸡蛋里面，然后用筷子随便搅几下，再往锅里一倒，出锅就是一道美食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很多人都没有做过，也没有吃过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碗，再来准备4个鸡蛋，然后把鸡蛋一个一个放进碗中。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，还有我们所需要的氨基酸。经常吃鸡蛋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好，但是很多人都只会清蒸或者是红烧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，保证你从来没有见过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打入4个鸡蛋，然后再倒入半瓶昨天喝剩的啤酒，啤酒大概100毫升左右就可以。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鸡蛋和啤酒完全融合在一起，搅得细腻一点，然后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个大碗，加入3勺普通面粉，再加入2勺盐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，再把我们准备好的鸡蛋液少量多次倒入面粉中，再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。啤酒中含有气泡，用啤酒中的气泡代替酵母来发酵，我们做出来的面食能够达到非常蓬松暄软酥脆的口感。搅拌至没有面粉颗粒，像这样非常粘稠的状态，再盖上保鲜膜，密封发酵一会儿。我们给它放到温暖的地方，再来准备一根胡萝卜，用削皮器把皮去掉不要，去皮之后再切去头尾，然后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我们尽量给它切得薄一点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最后再改刀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根火腿肠，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厚度在2毫米左右就可以，尽量切得薄一点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点，最后再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，改刀切成葱花。葱花可以多切一点，切得碎一点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面糊已经发好了，看一下里面的小气泡，闻起来非常的香。然后加入1勺五香粉，把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，再把火腿丁也加进来，胡萝卜丁也加进来，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，让面糊和所有配菜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锅中多倒一点菜籽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放下筷子能够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已经够了。然后再准备一个小一点的勺子，把勺子放到油锅里，用高温把勺子烫一下，把勺子烫热，然后再舀1勺面糊放入锅中。面糊预热凝固后，就会从勺子中自动脱离出来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把我们调好的面糊，像这样1勺1勺的全部都放进锅中。我们这样做，手不用沾到面粉，既简单又快速。面糊全部放入锅中之后，转中小火慢慢炸。这里要注意全程都开中小火慢慢炸，火不要太大，如果火太大的话，表面都已经炸糊了，里面还没有熟透。我们再用筷子给它翻动翻动，让它两面受热均匀。翻动均匀之后，中小火再炸3分钟左右，
炸至表面金黄金黄的，再用漏勺把它们捞出来。然后再开大火，把锅中油温烧热，烧至80%热，然后放入锅中复炸一遍。复炸一遍之后，吃起来更加的酥脆。复炸2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控油捞出来，装入大一点的盘中放凉。一个简简单单、非常好吃的鸡蛋泡泡就做好了。它的口感外酥里嫩。而且我们加入了很多配菜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掰开之后，里面有很多的小气泡，非常的松软。早上搭配一碗稀饭或者是牛奶都非常的不错。它的外形也非常的漂亮，金黄金黄的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谢谢您的支持。红烧鱼想要做得更好吃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做法非常简单，入味又下饭。处理好的草鱼切成块，用清水洗净后控干水分。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包红烧料，既能上色又能调味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。抓拌均匀后腌制30分钟。起锅热油，放入姜蒜和洋葱翻炒。炒出香味后，倒入腌好的鱼块，再倒入半瓶啤酒去腥增香，然后盖上盖子煮10分钟。10分钟后用大火收汁儿，再撒点葱花。哇，这也太香了，真是色香味俱全，好吃又下饭。很多朋友把买来的猪蹄直接焯水下锅炖，这种做法其实是错误的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，让你炖出来的猪蹄软烂又入味，不腥也不柴，咬一口满嘴香。清水中加入1勺白醋，1勺食盐，搅拌均匀，让盐化开。加入白醋可以去除猪蹄的腥臭味，同时还能软化肉质，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。我们先把猪蹄放入水中浸泡10到20分钟。泡好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。这时我们再用流动的清水把猪蹄清洗干净。洗净后的猪蹄一定要冷水下锅，放入葱姜料酒进行焯水。焯水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，如果用热水，猪蹄会瞬间凝固，里面的血水就会被锁到猪蹄里面，这样煮出来的猪蹄就会非常的腥。将煮出的血沫用勺子撇掉。焯好水后，将猪蹄控水捞出。锅中油烧热，放入葱姜、干辣椒爆香。炒出香味后，放入焯好水的猪蹄，用大火翻炒。炒至猪蹄表皮油亮以后，再倒入1包黄焖酱汁儿，既可以上色，又能调味。这个酱汁儿做黄焖鸡、黄焖排骨、黄焖牛肉等很多黄焖菜都非常好吃。翻炒均匀后，将猪蹄倒入砂锅中，再放入提前泡发好的黄豆，然后倒入开水，没过食材即可。一定要用开水，否则炖出来的猪蹄会发柴发硬。盖上盖子，用小火慢炖90分钟，中间记得翻动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，这也太香了。老婆一口气吃了一锅，最近连面膜都不贴了。喜欢的朋友赶快做给家人尝尝吧。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我做的鸡肉咖喱饭，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盘，而且做法特别简单。我们准备鸡腿1个，洗净去骨后，先把它切成条，然后再切成小块。全部切好后，加入料酒、葱花、胡椒粉，抓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配菜，胡萝卜切块，土豆切块，洋葱切块。起锅热油，放入洋葱炒出香味，然后倒入腌好的鸡肉，用大火翻炒，炒至鸡肉变色，再加入配菜，略微翻炒，加入清水没过食材即可，然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咖喱块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。盖上盖子，用中火煮15分钟，时间到
我们打开盖子，用大火收汁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。再放入青椒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每次做咖喱鸡腿的时候，家里的米饭都不够吃，但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盘子很好刷。如果你胃口不好的时候，强烈建议你做一份咖喱鸡腿饭，保证你会爱上它。大家好，你们知道饭店里的醋溜白菜为什么那么好吃吗？而且饭店里做的白菜清脆爽口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有技巧的。白菜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，如果直接炒就错了。首先我们在选择白菜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这种叶子有点嫩绿色的，这样的白菜比较好吃，而且口感还特别好。我们先把白菜老根切去不要，切掉之后，我们再把白菜叶一片一片的掰下来。掰好之后，把它装入大盆里，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把它清洗一遍。因为白菜在生长的过程中，它是一片一片慢慢包起来的，所以每一片白菜叶上难免会有一些灰尘和虫卵，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用流动的清水一片一片的洗。白菜清洗好之后，把它装入篮中，把水晾干，省得切的时候弄得到处都是水。控好水后，我们把白菜给它切一下，白菜帮和白菜叶像这样分开。因为白菜帮比较厚，白菜叶比较嫩，如果把它们一起炒的话，就会造成白菜帮还没有炒好，而白菜叶就已经炒烂掉了，所以一定要分开切。我们先把白菜帮像这样一分为二，然后再斜刀切过来，慢慢的把白菜帮切成斜片，这样斜着切，等一下炒的时候白菜就不容易出水，而且做出来的菜品会更加的好看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装入大碗中，然后我们撒上一勺食用盐，再用手抓拌均匀，先给它腌制一下，把里面的水分腌出来，等一下炒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水了。稍微腌制一会儿就可以。白菜叶也不用切，直接用手撕成大块就可以。白菜叶处理好之后，把它装入菜篮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8个干辣椒，再用清水把干辣椒先泡一下，这样等炒的时候干辣椒就不容易炒糊了。再准备一把大蒜，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。蒜片切好之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一把小葱，我们只需要葱白的部分，把葱白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，再准备一个小碗，把泡好的干辣椒取出来，剪成小段。剪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2块钱稍微肥一点的五花肉，我们改刀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加2勺生抽，再加3勺香醋，加1勺盐，1勺鸡精，1勺五香粉，1小勺白糖，综合一下醋的酸味，最后加1勺淀粉，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起锅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把油烧热，然后加入肉片进行翻炒，炒出香味，炒出里面的猪油。因为猪油炒大白菜会比较香，家里如果有猪油也可以直接放猪油来炒。把肉片中的猪油炒出来之后，再把这些残渣给它捞出来不要，再把蒜片加进来，把葱花也加进来，再把提前泡好的干辣椒也加进来，然后转小火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，把白菜帮倒进来。我们先把白菜帮翻炒一下，不用炒太长时间，大概炒30秒左右就可以。我们炒白菜的时候要开最大的火炒，
开大火炒，白菜才不容易出水。炒30秒左右，再把白菜叶加进来。我们继续开大火把白菜叶炒一下。白菜叶也不用炒的时间太长，把它炒软就可以。炒好之后，再把调好的料汁儿从锅边倒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把调料中的香味炒出来。炒香之后就可以出锅了，不要炒的时间太长。然后关火，把它装入盘中。一道非常好吃的醋溜大白菜就做好了。这个做法真的是特别的简单，它的口感非常好，酸酸的，带着一丝丝的辣味，吃起来非常的开胃又下饭，而且吃起来清脆又爽口。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复购过多次的顶诺牛排终于又到货了，一会儿我们就把牛排煎一下，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煎牛排的小技巧。这份牛排的赠品很多，除了10片牛排以外，会赠送我们一个小煎锅，一副餐具刀叉，做工非常精细漂亮，2包意大利面，3包香脆鸡排，10包黑胡椒酱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排是150克的厚切牛排，切片比较厚，所以切出来的牛排鲜嫩多汁，不发柴，口感更好吃。另外每片牛排里面还有1包黄油包，这个套餐真的非常划算。很多新关注的朋友问我，怎么才能把牛排煎得焦香鲜嫩又好吃？其实只要注意2个关键点就可以了。第一，就是煎制牛排的手法。首先我们将牛排解冻以后，先用厨房纸吸去牛排表面的水分，这样可以减少在煎牛排时溅油，然后再将牛排表面润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可以在煎牛排的时候锁住牛排里面的水分，让煎出来的牛排不发干发柴。食用油建议大家选用烟点高、味道小的，像玉米油、色拉油、葵花籽油等都可以。煎牛排的时候一定要先把煎锅烧热，然后将牛排放入锅中煎制。如果锅不够热，就会把牛排的内里煎老，而表面还没有明显的焦化状，这样的牛排吃起来不够香。煎牛排有一个口诀，多厚的牛排就每面各煎几分钟，例如 1.5 厘米厚的牛排，2面各煎1分半就可以了，这样煎出来的牛排就是完美的5分熟。煎牛排的过程中，如果需要加入黄油提香，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加入黄油，避免黄油过早的焦化。牛排煎好以后，煎了多长时间就要让牛排静置多长时间，也叫醒牛排。目的是让煎制牛排过程中渗出的血水，学名肌红蛋白，重新回到牛排的肌肉细胞里，这样醒好的牛排吃起来才够软嫩多汁，而不至于又干又柴。我煎的这份牛排，商家已经帮我们腌好了味道，所以在煎制的过程中不需要放任何调料，非常的方便。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白灼生菜。寓意生财。取一盆清水，加入1勺食盐，把它化开，将生菜放到盐水中浸泡20分钟后再进行清洗，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去除里面的虫卵和脏东西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脏东西。大葱和辣椒切成丝，再加入蒜末，然后淋入热油，激发出调料的香味儿。白灼生菜好不好吃，关键就是这个白灼汁儿。不要以为它就是普通的酱油，用它来做白灼虾、清蒸鱼都非常好吃。水中加入盐和食用油，可以让焯水的青菜保持翠绿，不发黑。当水烧开时，我们下入青菜，焯水10几20秒即可。每天用心教做菜，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？谢谢您了。焯好水后，淋入我们调好的白灼汁，清脆爽口的白灼生菜就做好了。年夜饭上一定要给家人来上一盘，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。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
这夜的风啊吹，吹得心痒痒。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